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28日晚间20点29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表象。昨天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一个高开之后低走的画面，那前面的这个高开是什么引发的呢？我们认为是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连在日线级别上反弹的过程当中引发的啊，那这个主连呢，就是道指的盘前合约的反弹呢，让道指在昨天晚间呢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啊。那这个高开低走呢，我们仍然认为道指的行情依然会继续向下。为什么继续向下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顶到169日均线之后啊，反弹到169日均线附近之后呢，发生下行，并且营造出来两轮的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那这两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呢，回到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上出现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啊。这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啊，在3万点附近遇到了支撑啊，3万点这个支撑呢是由整数关口，也就是3万点本身加上169日周线级别的均线啊，在这里面形成了支撑。跌破之后，我们发现了这轮下跌已经完整的走出了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和本周的什么呢？唐僧阴线。那么这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表现的已经非常明显且独立啊，它的独立性和明显性是与前面行情当中反弹的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相互对应的。我们看到了这轮行情在道指这方面出现了什么画面呢？啊，它走出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然后周线反弹，然后周线级别再次下行。那我们这周呢是在一个唐僧阴线的这个势力范围啊，上方有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那么这周呢是唐僧阴线，唐僧阴线是最后一根K 线吸油战法里面最后一根下跌的阴线啊，这根阴线往往很长，所以呢本周在这根阴线周线级别阴线的影响下呢，大概率会有一个更低的低点出现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道指在本周出现了连续的下跌。那这种连续的下跌呢，在昨天对比特币的反弹起到了一个致命的打击作用。首先呢，我们还是回到比特币4小时级别啊，这是一个我们经常做预判的一个时间级别。在这个时间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啊，最近的红色线表示出来的波峰连线和黄色线波谷连线构成了什么呢？构成了收敛三角形。我们说了，在接近收敛三角形的这个位置非常容易发生变盘啊。果不其然呢，道指的盘前合约引发了比特币啊有一定的反弹啊。这个反弹幅度呢，我们看最大的反弹幅度接近10个点啊，11.9个点啊。那我们前面提到了，这轮反弹它的反弹幅度一定是比前2轮弱的。那在前2轮行情当中啊，首先呢，第一轮从17605低点啊出现的反弹到25000美金附近，这是一轮43%左右的反弹。第二轮反弹呢，也是从18500美金附近啊反弹上来到22800美金啊，这一波反弹呢是23%的反弹。那么当前我们看到了从最低点18210反弹到20323啊，这一轮的反弹最大幅度啊仅有12%。那我们之前提的是多少呢？啊，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啊，之前我提到的是15%左右啊，朋友们，15%左右啊。那么它目前是以插针的方式存在的。那我们回到啊更细微的一些画面，看到了什么呢？这是一个双八结构啊，在我金色财经的文章里面有这个双八结构，是我自己提出来的啊。当然了，之前也有人提，但是比特币的双八结构啊是非常多的啊。双八结构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这样的啊，出现了2个坑啊，左右互相对称的2个坑啊，这2个坑呢，让多头受到损失，同时呢，也会让空头受到损失，就是多空双向去进行绞杀。那在熊市的行情当中，这种画面经常出现啊，特别是在这个近焦点位置上。我们说了，近焦点位置是一个非常容易变盘的位置，在这里面上来之后啊，下杀啊，通过焦点下杀，然后它反弹上来，多空两方面都会受到损失
啊，就像有人说的，这个操盘手太坏了啊，我做多头啊，他就砸下来，我做空头呢，他就拉上去，那你怎么办呢？我认为啊，在行情当中，你要有一点必须要坚持啊，就是对方向的一个判断。什么是方向呢？当前行情是一个熊市行情，我们在之前的大型结构分析上给出了前面的红色收敛结构完成之后啊，4次波谷跌破，然后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大型的黄色的三角形结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都给出来了。在这个结构当中呢，有非常多的诱骗性 K 线，有非常多的震荡，也有反弹，也有下跌，你怎么把握呢？我们给出的第一点就是当前行情是一个熊市行情，无论怎样的反弹，你要坚持住自己对的方向。哪个方向是对的方向呢？熊市做空是唯一对的方向，所以呢，你有了一个坚持，空单做空，一旦出现反弹做空，那么是你的坚持和对的方向。那么在昨天的行情当中，它的最大反弹已经达到12%了啊，接近12%了。那在这个位置，我们之前给出的一个目标位呢是在哪儿呢？是在21000美金，接近21000美金呢就应该补充空单。这个21000美金呢，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啊给出来怎么算出来的啊？就是第一轮反弹44，第二轮反弹23，那第三轮反弹呢大概是15%左右，目标位就是21000美金。昨天这个位置呢已经非常接近了，是一个慢慢补充你空单的时候，所以呢，该补仓的时候一定要补仓。这种补仓呢，和你现货多头的补仓是一样的。现货怎么做多头的补仓呢？对吧？行情越往下走啊，你越应该把这个多单开起来，或者把你的现货买起来。那么空头方向的补仓就是行情越反弹，你的仓位就应该进场更多的空单，才能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获利。那接下来的行情机会在哪儿呢？我也说了，首先这轮行情已经出现了第三轮的接近于18500美金这个低点的这个位置。那么江恩的法则怎么说呢？4次接近低点，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会发生大概率的跌破。所以呢，虽然马上还有两三天的时间，马上11了11是什么日子呢？整个10月都是一个比特币月，但在熊市当中是比特币月，在牛市当中它是比特币月比特币会涨很多像这个去年比特币月大幅上涨，我们看到了大幅上涨，在这个位置上，从4万美金涨到接近7万美金，涨幅达到75%这是在一个月里面完成的。那么现在马上也是要比特币月但是目前是一个熊市的行情。如果比特币月真正出现甚至有20%以上的反弹，那么就是给我们空头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反弹或可能会有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美股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这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我们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它有可能做什么呢？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那么这样的反弹呢，会给多头一定的机会，但我们不做多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更多的利润，更大的利润空间在哪里呢？在空头方向我们刚才说了，4次等位置波谷符合江恩定律之后，我们的目标点位是在10500，这在前面行情当中说了。目前19000美金的比特币下方还有50%的空间，接近50%的空间，5倍杠杆就是250%的利润。那么上方有多少呢？15%到20%这个空间或可能还有，或可能没有，这个无所谓，谁也不是神仙，谁也不能非常精准的判断，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范围如果发生大幅度的反弹，大概是这个空间。所以呢，我认为对于空头来说，它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如果出现反弹，坚定你的空头方向，不论行情怎样做，我们小时间的双八，坚持住你的方向，最终呢会在行情当中获得更多的利润。趋势上的利润呢是能够改变你的资产状况的很多人在这个市场中多也做，空也做他想赌
啊，它能够获得10%或者20%的利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来到币圈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去学习，甚至有的人去买我的书，有的人去花钱买我的 VIP 会员啊，为了得到什么呢？啊，他要得到的是趋势上的利润。趋势上的利润，如果在牛市，一轮行情可能给你带来20倍、30倍，一轮熊市也可能带给你更多啊，等价于牛市的一些利润啊。那为什么我们不抓趋势上的利润，而贪图行情波动当中10个点、20个点呢？啊，那些利润是非常微薄的，而且你要担非常大的风险。即使你有设置止损，即使你有很好的控制仓位，但是你像行情这种双八的波动啊，这种对称性的双八的波动，会让你感觉市场毛骨悚然。很多人在这些波动当中丧失了自己在高位的空单啊，丧失了自己在底部的多单。原因是什么呢？啊，被这个行情诱惑了啊，被市场当中啊各时间级别的妖魔鬼怪诱惑了，或者恐吓到了。所以呢，你最终在行情当中啊，高位丧失掉了你的金钱，低位丧失掉了你的筹码啊，这是对现货来说的啊。当然你多空啊都有一个判断。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呢，把握一个趋势上的方向啊，哪个方向是趋势上的方向呢？啊，空单是一个趋势上的方向。怎么做呢？出现好的反弹就是我们补充空单的机会啊。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我们看一个大的时间级别啊，首先是小日线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在这里面已经出现了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然后目前始终围绕这里震荡的时间级别呢，我们认为是小日线级别的啊，在小日线级别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压力，为什么它反弹不上去呢？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为什么反弹不上去呢？因为这里面存在压力啊，这条压力是从去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的。所以它在这里面迟迟不做任何的动作，反弹不上去就要做什么动作呢？就要打下来。那么目前为止，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已经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紧接着下来就是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我们有一个这样的预期，证明什么呢？证明以太坊所有的利好已经结束，目前处在一个空头的趋势上。以太坊在未来的行情当中啊，一定会相对于比特币有一个更快速的下跌。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啊，目前来看啊，上方还是阻力重重啊，首先呢，这个5日均线和10日均线有一定的粘合，这个无所谓啊。但是我们看到了，它在这个下方有一个支撑，这个支撑非常弱啊，是1250。目前它是以横带跌啊，突破了这个1250这个之前的压力。这个之前的压力目前是有一定的支撑啊，这个压力位呢是周线级别弧形顶啊，这个顶部形态弧形顶连接过来的，时间长达接近2年。那么现在这个行情啊，在日线上我们看到了它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然后横盘震荡。那在周线级别上呢，我们看到了它目前已经走在了一个唐僧阴线的这个位置啊，上方有悟空阴线、八戒阴线、沙僧阴线组啊，那它的这个结构的下跌过程呢，非常类似于道琼斯工业指数啊。当然，道琼斯工业指数呢，已经走在了唐僧阴线的这个周线级别的 K 线上。那目前以太坊呢，沙僧阴线还没走完，沙僧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它更多的震荡。下面的行情当中，如果走出唐僧阴线的话，我们的目标点位给出来了$1100啊，$1100这里面事实上有一定的支撑。周线级别这么看，在这个位置上有支撑。那么日线级别上啊，我们看到123啊这块有一个支撑位啊，$1100附近。那么如果1100再往下走跌破之后呢？下跌空间将要打开。我们看到行情这里面啊，这个位置是一个下跌，这个位置是一个反弹。那么接下来的下跌结构呢，会与上面的下跌结构相互平行，直到它能够到达低点之后啊，低点我们认为是$260。
到达低点之后呢，才有一轮反弹啊。那么这个低点之后的反弹呢，会平行于这一轮的周线级别的反弹，所以呢，耐心等待低点出现，现货才可以进场。低点出现的过程当中，我认为$500以下才是进场的一个时机啊，因为很快它会被反弹上来啊，即使有更低的低点，它也会很快反弹上来啊，所以呢，$500以下分布是布局你的现货资产啊，布局你的以太坊。那么从$260呢，至少有3倍以上的空间啊，到来年5月份。但是$260，我认为一定会触碰等到啊，因为行情历史呢总是在重复，历史的重复呢是一种错位的重复。那么18年的行情当中，比特币跌幅85%，那么这轮行情我也判断比特币将最大跌幅85%，到达10500。18年的行情当中，以太坊跌幅95%，那么这轮行情我认为以太坊最大跌幅95%的话，将要到达$260。所以呢，当前时间点在以太坊$1300的这个位置，我认为它有可能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唐僧阴线，最终到达$1100。在这里面略作停留之后，下方会有更大的下跌空间啊。那么从现在$1300到$260啊，1300到260，我们还有80%的下跌空间。所以呢，我认为做空以太坊是一个更好的选择。Luna C 啊，在这个行情当中表现一直不错啊。那我在前天的会员频道 VIP 频道，它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在晚间19点的时候，我说它已经上涨到位啊，调整过后再进场。我给出的点位是$0.26，那么它的最低点呢是我给出的点位是$0.00026啊，那么它的最低点呢是在$0.00025啊，因为我经常看它的1000倍杠杆啊，这个比较好读一些啊，1000倍杠杆它非常好读啊，0.26啊，0.28呀啊，但是真实的 Luna C 呢它的零比较多啊，3个零啊。那么现在怎么看呢？首先呢，我们说一下我怎样判断出来这个$0.26的回归位。为什么之前高点我让大家先躲避它的峰值啊？因为我说的时间呢是在前天晚上19点啊，前天晚上19点，非常接近它的高点的这个位置上啊提的。因为我们看小时线它是看不出来的，小时线呢它走出了什么呢？小时线它走出了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啊，当然了，这根不算啊，这个位置，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啊，这是一个小时线的上涨西游。小时线上涨西游完成之后，你要找阻力位啊，不找阻力位直接追进去肯定要被埋的啊。所以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啊，这里面有个非常好找的阻力啊，这个阻力呢就是1690均线啊，4小时级别的1690均线和1440均线，当时已经打到这个位置了。啊，打到这个位置，然后我就说这个位置是高点啊，一个非常准确的高点可能会在这里面啊，特别是它已经从低点上涨了80%几了啊，然后这个位置存在压力，是存在压力的。然后我说啊，行情你要到达0.26这个位置，然后我们也几乎说准了啊，对不起，0.00026啊，不要较这个真儿啊。为什么说这里你可以抄底呢？啊，因为它是一个安全位，小时线上涨西游之后，它容易做出15分钟级别反弹，这15分钟级别的下跌啊，这是大概率发生的事儿。那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它当前啊形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结构，一定要注意啊，这个4小时级别构啊怎么画呢？波峰连线画出来，波峰连线怎么画呢？你要去掉最高值啊，把这一块去掉之后，你画这个位置，踩2个点是一条直线嘛啊。这样呢，你能踩到行情当中最多的点，然后波谷连线就简单了，基本上水平的一条线，我们看到了，它是从三角形这个震荡过程当中下跌，然后反弹上来，之后，我们现在已经看的是4小时级别了啊，4小时级别这里面顶到了压力位，然后我们要找支撑，支撑位在哪儿呢？什么是支撑位呢？物理上的支撑位。我们站在哪儿？站在地上吗？地上有厚厚的泥土，对吧？
那么行情当中的泥土是什么呢？是人们用金钱去买到的啊，也就是筹码密集区嘛。筹码密集区和结构的中心位置啊，那我们观察到了接近中心的这个整数点呢，就是在 0.00026 附近，所以呢我说 0.00026 这是一个筹码密集区，同时也是一个结构上的压力位啊，结构上的支撑位。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买，如果出现小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的15分钟级别回调 0.00026 购买安全啊。我昨天课上也说了，公开课上也说了，大家可以回看一下啊。为什么安全呢？我们看到了啊，当前时间啊，行情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在回杀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杀呢是要把之前的获利盘杀掉，是要把在追高过程当中它的恐慌盘啊，因为你杀了它恐慌，它亏钱了，把这个恐慌盘杀掉，行情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收敛型结构、三角形结构，并且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反弹啊 0.00026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也是小日线的一个支撑线啊，但是行情走过来之后它形成了支撑啊，这个位置呢容易出现反弹的原因是啊，三角形结构，我们看到了崩盘连线、崩谷连线形成了一个下跌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非常容易发生变盘啊。它杀完了之后呢，还要拉上来，还要让你买进来，对吧？但是呢，我们是在低点购买的，拉上来我们就有利润啊，我们就可以减仓，对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然后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